很多人会以为有钱人等于房子多，或者等于股票多。但是如果你去看美联储 SCF 的数据，会发现一个更深层次的规律：财富层级越高，拥有企业股权的比例越高。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在底层的50%的人群中，几乎没有人拥有企业股权。到了中产，也就是50%到80%分位左右，也只有大概10%左右的人拥有企业股权。但是到了前10%、前5%，甚至前1%，这个企业股权的拥有比例开始急剧上升，甚至在净资产前1%的家庭中，拥有一半的家庭拥有企业股权。这意味着什么呢？真正的财富不只是投资，而是拥有生产现金流的资产，而企业本质上就是最直接的现金流机器。所以，普通人在买资产，而富人在买赚钱的机器。大家通常以为获得企业股权就需要创业，从零开始，但是其实是有两种途径。第一种当然就是创业，从零开始，高风险。第二种是收购现成的公司，成功率其实远高于创业，这个路径被大大的低估了。如果你从来没有买过公司，但是对收购公司感兴趣，想通过公司的收购成为一个 entrepreneur， 那么你来对了地方。在这段视频中，我将与你分享一些初学者购买公司的顶级建议。相比较而言，购买房子的流程是非常标准化的，对购买者的背景和知识其实要求不多，而房子本身也非常容易理解，是个固定资产，运营也相对标准化，每个房子基本都是一样的。而购买公司就复杂得多，对于购买者的个人经验以及商业知识的储备要求是非常高的。每个公司的业务类型和内部运营一般都是不一样的。除了做尽职调研是非常耗时、耗力、耗资金的，接管和继续运营一个公司的复杂度也是极其高的。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购买公司的整个流程，从决定购买什么类型的公司，到找到卖家，再到最终接管，我们将一步步拆解这个复杂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王博士，欢迎回来。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我每周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财富真相，欢迎订阅这个频道，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很多人一听创业就会本能觉得风险极高，九死一生。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反直觉的数据，在美国，通过 SBA 贷款收购企业，违约率大约只有2%到5%。换句话说，超过95%的企业还没有失败到还不起钱的程度。这说明问题从来不是做生意一定会失败，而是你选择了哪一种做生意的方式。如果你是从零开始，你要自己找客户，自己验证市场，自己承担所有的不确定性。但是如果你是收购一个已经存在的公司，客户已经有了，现金流已经有了，商业模式已经被验证，你要做的本质上不是创业，而是运营加优化，而不是从零开始。下面我们来看看收购一家中小型企业的几个核心步骤。这张表是我对于整体步骤的总结，今天会根据这个流程作为参考进行分步的具体讨论。首先，第一步，自我评估。我们要首先考虑通过公司收购成为 entrepreneur 是不是适合自己。我个人觉得通过公司收购是职业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第一，作为公司所有人，你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都很灵活，不会被朝九晚五的时间限制，你不再有上司，而是会自己独立做出公司决定，但同时没有人告诉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你会需要自己去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公司要做什么。第二，你所做的公司管理和努力工作会直接让你和你的投资人受益。当然，如此直接的影响会带来有好的月份，也可能会带来差的月份。相比于打工，你的情绪波动也许会大很多。第三，你将会持续学习，所有的你知道的或是不知道存在的知识，都可能需要学习。这不仅仅限于宣传、销售、公司运营、人力资源、财务、法务等等，但你也会犯错误。
即使是错误会以你的时间和金钱作为代价，你也需要继续，这是过程的一部分。但当然，收购公司这个过程显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第一，你将不会再有稳定的薪水以及前公司提供的各种福利。第二，你将不会和耳熟能详的大公司品牌联系在一起。第三，你将不会有一个同事的群体和你一起吃饭、一起玩。第四，大公司有很好的体系支持，比如法务、财务、研发等等，还有充足的资金投资、完善的流程和专业度的支持。但是小公司的资源、体系和资金等等，一般都是非常受限的。你需要能接受通过本能、直觉、经验、不全面的数据做出决定。除此之外，你需要评估自己的知识储备，比如管理能力、财务能力、领导力、应变的能力、沟通交流的能力，甚至是坚持不懈的能力等等。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信心去完成这个很大的职业方式的转变。此外，还要评估收购完公司后，自己还能不能获得额外的钱，来帮助公司度过潜在的现金流短缺的时间。中小公司这种情况时有出现，免得公司会因付不起供应商的钱或是员工的工资而破产。第二步，为公司的收购做准备。当你甚至能开始寻找公司之前，你就需要做很多的准备，比如要考虑到要有充足的资金、时间、能量，以及要考虑你这段时间可能损失的收入。如果你给一家非常喜欢的公司报价被接受了，就进入了 due diligence 尽职调查的过程，一般是需要会计师和律师等等专业人士协助调查。这里需要注意到的是，即使你的收购没有完成，这部分给专业人士的钱你也要花费。从开始寻找公司到最终收购完成，有时候会是一场拉锯战，花费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都有可能。所以你需要清楚地去评估付出的时间和花费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此外，你需要考虑你想收购什么样类型的公司，这些公司都有哪些特征。当然，你尽量需要选择你了解的公司类型，这样你才会在经营中得心应手。如果你已经拥有一个公司，选择一个类似或者相关的公司，比如如果你已经拥有了一家餐馆，那么购买一家类似的餐馆会更容易上手。对于新手来说，选择相对容易学习的公司，或者有熟悉的人可以帮助运营或者提供建议非常重要。比如有人在最开始就选择清洁公司、landscaping 或者小型零售店等等业务和运营可能相对简单的公司。无论如何，购买不懂的公司真的会让接手和运营变得极其困难。当然，很多时候也取决于你在搜索公司的这段时间内到底能碰到什么类型的公司，这也会极大的影响你的决策。建议大家保持耐心，继续学习。没看过很多公司，其实也很难做出判断。第三步，寻找公司。接下来我们需要找到哪里会买卖公司。你可以去找商业经纪人，比如 business broker， 或者一些公司出售的网站，比如 BizBuySell 和 LoopNet。你甚至可以去直接与那些还没有开始公开出售公司的老板们进行谈判。比如，你可以通过网络和行业会议认识潜在的卖家，直接接触他们。这些人可能刚刚决定卖掉公司，直接与他们接触会有更好的交易机会。但是这种直接找交易的方式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些潜在的卖家也许还没有做好准备，尤其是很多的卖家真实评估后，发现自己的公司远远卖不到自己想象的那么高的价钱，就打算放弃了。因此，直接与公司的所有人进行接触，完成交易的成功率一般也比较低。毕竟，卖家开始还没有收到真实世界的反馈，很可能自己会因为自己创业付出了很多，而极大的错估了自己公司的价值。第四步，筛选公司，与商业经纪人和公司所有者进行对话。在此之前，你需要比较清晰地弄明白你想要购买的公司的特征，比如收入规模、价钱范围、利润范围、员工人数等等。在与商业经纪人或是公司所有者进行对话的时候，不要只是随意聊天，你需要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计划。在这里，我列出14个关键的问题，当然你可能会关注其他的问题，
你可以不断的完善自己的 due diligence 的过程，以确保这是一个值得购买的公司。下面列出的14个问题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关于公司历史，比如能简要介绍一下公司的历史吗？公司的创立背景和发展历程如何？第二个是财务状况，比如公司过去3年的财务报表有哪些的关键数据，营业收入、利润、毛利率、净利率等等具体数据是什么？第三个，客户信息，比如公司的主要客户群体是谁，客户的流失率和客户忠诚度如何？第四，市场地位，比如公司的市场份额是多少，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是什么？第五，供应链信息，公司的主要供应商有哪些？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如何？第六，员工情况，公司有多少员工？关键的管理人员和核心团队成员是谁？第七，运营模式，公司的日常运营流程是怎么样的？生产和服务的主要流程和效率如何？第八，技术和设备，公司使用的主要技术和设备有哪些？技术和设备的现状和维护情况如何？第九，市场推广，公司目前的市场推广策略是什么？市场推广的效果和投资回报率如何？第十，法律和合规，公司是否有任何正在进行的法律纠纷？公司是否符合所有相关的法律和法规？第11，资产和负债，公司目前的资产负债情况如何？主要的有形和无形资产有哪些？第12，未来规划，公司未来5年的发展规划是什么？是否有正在进行或者计划中的重大项目或者投资？第13，出售动机，为什么决定现在出售公司？有没有特别的原因或者紧急情况会导致这一决定？第14，售后打算，公司所有者出售公司后有什么计划？公司所有者计划如何支持公司的交接过渡？如果你没有这些公司的行业和运营经验，那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公司的存活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现有的公司所有者，这决定了你公司初期的接手和运营的难度，甚至公司的存活率。公司对现有的所有者的依赖越大，风险越高。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富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欢迎订阅这个频道，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好了，我们到了第5步，提供报价和制定初步的条款。很多人会觉得公司值多少钱好像很玄学，但其实在真实的世界中，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估值非常的简单粗暴，其实就是用现金流乘以一个倍数 multiple。我们来看一个大致的结构，如果是一个很小的公司，一年赚30万、50万，通常就是2到3倍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风险高，而且很多时候离开老板，公司就不行了。但如果公司更大一点，一年赚100万、200万，估值可能就变成了4倍、5倍，甚至6倍，因为系统更稳定，对个人的依赖更低。再往上走，几百万、上千万的利润，甚至可以到8倍、10倍。到了上市公司，可以达到15倍、20倍，甚至更高。可以理解为，公司越小，买的是工作；公司越大，买的是系统。在中小企业里，这个利润通常不会是会计利润，而是 SDE（Sellers Discretionary Earnings） 或者 EBITDA。这张表给大家一个例子，本质上是你不是在买一个公司，而是在买未来每年的现金流。当然，报价也涉及到如何支付之类的其他关键条款。要记住，价格和付款方式同样重要。你需要谈判一个既能满足卖家又对你有利的方案。一般对一个公司感兴趣，会首先提供 indication of interest， 大概1页纸，希望和卖家达成价钱的大概一致。如果可以大概达成一致，就会提供一个更为正式的 letter of intent（LOI）。这里面就涉及更多的内容了，比如价钱、支付方式、due diligence 的条款、contingency 等等。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几种购买方式，大概一共有4种。第一种就是现金，就是使用自己的现金直接购买公司。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交易速度非常快，并且你有可能获得更好的交易。然而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你会耗尽手中的现金，并且承担全部风险。
第二种是银行或者 SBA 贷款。SBA loan 会为你提供高达购买价格90%的资金，这听起来像是免费的钱，对吧？缺点是这是债务，如果公司失败了，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此外，过程也非常繁琐和耗时，有时候会因为审批时间太长而失去交易机会。第三种，外部资本募集，这意味着你需要找朋友或者有资金的人来投资。优点是风险较小，你不是唯一承担债务的人。缺点是起步时很难做到，很难建立信任，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去做，而且你需要放弃部分股权。第四种，卖方融资 （seller financing），这种方式把卖家作为银行，先支付一部分钱，然后通过分期贷款来付完剩下的钱。这样子，其实你可以通过公司未来利润来支付你的分期贷款。它的优点是你需要的现金相对较少，有时候甚至不需要现金，只要卖家同意就行，并且对你来说风险更小，卖方还可以获得税收优惠。缺点是这种方式需要更长时间的谈判，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卖方都愿意接受这种方式。其实 SBA loan 一般也是要求卖方有一部分的钱延迟获得，比如10%到20%，这样子可以保证卖方在交易完成后还愿意持续支持买方进行平稳过渡。Seller financing 这种方式占所有小型公司购买的60%左右，这意味着它非常普遍，而且你可以制定任何条款。相比银行贷款 ，Seller financing 更快，税收更优惠。很多小公司的所有人会因为各种原因出售，比如离婚、离职、健康问题等等。这个时候，你其实就是他们退出公司经营的答案。第六步，形成尽职调研和公司收购的整体计划。购买公司是一项重大的决策，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是否拥有清晰而全面的计划。下面分享一些关键因素，希望可以协助大家购买过程顺利进行。一个是制定详细的时间表和计划。购买公司的时间表非常重要，这包括确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点，以及在此期间完成的关键步骤和里程碑。例如，确定尽职调查的时间、合同谈判的截止日期等等，都有助于维持进度和避免延误。下面是要选择合适的专业团队。购买公司不仅涉及到财务和法律方面，还可能包括商业评估、运营分析等等多个领域。组建一个合适的专业团队至关重要，例如商业律师、会计师、商业顾问等等。比如，律师会帮你详细的起草购买协议 （Purchase Agreement） 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会计师可以帮助你分析公司的财务报表和风险。你的专业团队可以提供必要的专业建议和支持，确保你做出的决策是基于全面的信息和分析。下面是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尽职调查是购买公司前极其重要的步骤，这包括比如对于公司的财务状况、运营模式、客户关系、员工情况、法律诉讼等等方面的深入审核和分析，确保所有的关键信息都得到充分的确认，以避免未来不愉快的后果。然后准备充足的资金和融资计划。购买公司通常需要大笔的资金，包括购买价格、专业团队的费用、运营资金和可能的进一步投资。确保你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购买价格，并制定好融资计划以应对可能的资金需求，比如公司运营的短期现金流短缺。接着计划公司的管理和员工的平稳过渡。购买公司后，如何顺利的管理和接管公司现有的业务以及资产至关重要。这包括员工的过渡、财务过渡、管理的过渡，以确保业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最后，制定退出策略和长远的规划。在购买公司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当下，还需要有长远的发展规划和退出策略。比如，可能会包括如何增长和扩展业务，或者在未来如何出售或转让公司。第7步，接管公司。最后，恭喜你成功完成了公司收购。接下来，你需要接管公司，并确保一切顺利过渡，确保你能得到所有必要的信息和资源，比如公司的银行账户、大门钥匙、各种账号密码等等。如果我们把整个流程串起来，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从最开始的筛选标准，
到寻找标的，到估值谈判，再到尽职调查和最终的交割。这整个过程本质上不是在买一个公司，而是在做一个更底层的事情，在不确定性中做一系列的理性决策。你会发现，没有哪一步是绝对正确的，也没有哪一个价格是完美的价格，也没有哪一个项目是零风险。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否有一套自己的判断框架，你是否能够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持续做出相对理性的选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收购一家企业和投资和人生其实是一件事情，都是在用有限的信息下注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做一单生意只是赚了一笔钱，而有人却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建立了自己的认知体系。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完整走一遍这个流程，你最担心的是哪一步？最后，我要给马上购买公司的你一些忠告。首先，不要低估自己，你比想象中更有能力。其次，进行充分的自我教育，多看书，多请教，了解购买公司的所有步骤，从机会识别到尽职调查，再到融资和最终的公司运营和增长。最后要有清晰的交易框架，知道自己想要购买什么类型的公司，确保你购买的是一家公司 business， 而不是一份工作 job。公司的收购和运营会是一段非常美妙的旅程，一次成功的收购很可能就带来了可观的现金流，让你跳出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完成员工 employee 到 business owner 企业家的身份转换。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我们下期再见。